天龙大神君的脸色变得苍白，他艰难地开口，声音中带着一丝不甘与坚决：“你不要以为胜券在握了。虽然我的实力不如你，可是我们神器联盟这次对夺取虚空涅槃珠势在必得。虚空涅槃珠对我神器联盟至关重要，不会因为你的出现让我们空手而回。而且我早已经将这里的事情通知了联盟高层，想必他们很快就来了。你一位半道神，如何能够抗衡数位高层人物？”孽神长老的眉头微微一挑，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之色，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。他的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冷笑，道：“原来还请了救兵过来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我们看看你们神器联盟的救兵能否及时赶到吧。虚空涅槃珠拥有涅槃重生的力量，乃是72大神器之首。虽然不知道你们神器联盟要夺取此神器做什么，但也不会让它落入尔等之手。”孽神长老的声音在天地间回荡，他的气势如同浩瀚的大海，既深邃又不可测。孽神长老面色冷峻，眼神如冰，也不再与之多说废话，直接对眼前这位威名赫赫的天龙大神君毫不留情。他身形一晃，便出现在天龙大神君的身前，双手迅速结印，玄妙的道法在其掌心凝聚。只见他手臂挥动，手掌翻转，凝聚出一道道玄妙的符文，闪烁着光芒，道法之力如同潮水般汇聚，一道璀璨至极的能量波从手中喷薄而出，直击天龙大神君。这股力量爆发出来后，竟是撕裂了虚空，空间在这一瞬间变得扭曲，仿佛随时都会破碎。天龙大神君尽管拥有着神界天位中的巅峰力量，但在孽神斩老这位半道神的道法一击之下，竟显得有些无力。他的身体在道法的能量波席卷下，开始摇摇欲坠，脸色巨变，眼中闪过一丝惊恐。但在孽神斩老的眼中，这还远远不够，因为此次神器联盟联手灭神府放事情，他早已经对神器联盟恨之入骨。再度手印一变，一张薄如蝉翼的丹符凭空出现，带着玄妙的威压向天龙神君拍去。丹符所过之处，虚空仿佛被撕裂，空间碎片四溅，光芒万丈。天龙大神君拼尽全力想要抵挡，但终究是无力抵抗孽神斩老如此的一击，被丹符击中后，整个身躯被强行镇压而下，无法动弹。周围的一切都在这一刻静止，只剩下孽神斩老和被他击败的天龙大神君。孽神斩老站在那里，如同一尊不可动摇的神像，而天龙大神君则是全身是血，颓败之极，昔日的荣光不在，一口鲜血喷吐了出来。在与孽神斩老的对决中，天龙大神君没有丝毫的胜算。神器联盟的高层人物尚未赶到，但已无人能够阻止孽神斩老的雷霆手段。你别得意，他们来了。败在孽神斩老手中的天龙大神君丝毫没有了死亡的恐惧，因为在他的神识中，足足有9道半道神的气息已经赶来了。周围的天地间，除了孽神斩老和天龙大神君的气息外，竟然真的开始有了一丝异动。远处的虚空似乎被某种力量撕扯，隐隐有空间裂缝出现的迹象。孽神斩老知道这是神器联盟援军即将到来的征兆，然而他并未因此而感到丝毫慌乱，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杀死天龙大神君的决心。他的双手缓缓升起，双掌之间凝聚出一颗璀璨的道珠，道珠内似乎蕴含着无穷的道法和力量。它缓缓旋转，散发出耀眼的奇妙光芒。道珠在孽神斩老的掌心凝璀璨夺目，如星辰般的光华，准备以雷霆之势将这道珠拍入天龙大神君的眉心之时。就在这一刻，远处的空间被极其强大的无形之力撕裂，发出刺耳的笑鸣。从那裂缝中，9道耀眼的光芒如追魂之箭，速度之快超乎想象。光芒中伴随着怒吼之声，充满了威严与愤怒。伴随着怒吼声华破了寂静的虚空。老匹夫，竟然伤我神器联盟之人，今日你必须得留下来。这声音如同雷霆在天际炸响，充满了不可一世的威严和愤怒。随着声音的落下，9股半道神的气息如狂风暴雨般席卷而来，恐怖的威压让四周的空间都似要崩塌。孽神斩老的脸色骤变，眼中的瞳孔紧缩。他知道这些追来的老家伙实力非同小可，而在他的身后，一道巨大的虚空之爪凭空显现，带着毁灭之意，直指他的后背之上。他心中暗骂一声：该死，这些老家伙来得还真快啊！显然，这些神器联盟的救兵到来的速度远超出了他的预料。紧张的气氛在这一刻凝固，仿佛整个天地随着这9位半道神的出现而变得颤抖。孽神斩老仿佛置身于一片混沌未开的虚无之地，他们的情绪在这一刻凝结成了实质，化作了一股股令人窒息的力量。周围的光与影在这力量之下都变得扭曲而变幻莫测。看来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孽神斩老无法击杀天龙大神君了，因为后面的虚空之爪已经近在咫尺。如果击杀天龙大神君，那么自己就会被后方的攻势击成重伤。孽神斩老的眼神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犹豫，但很快又被决绝所取代。他知道此刻已无退路，只有迎战了。随后，孽神斩老的眼神冷冽如冰，手中道珠散发着幽蓝色的光芒，
随着他神体一转，那颗道珠如同脱弦之箭般射向虚空。刹那间，空间仿佛被一分为二，裂开了一道深不见底的裂缝。道珠与虚空之爪撞击，发出震天动地的轰鸣声，像是两座山峰硬汉，震得四周云层翻滚，仿佛天地都在为之颤抖。空气中充满了未知的能量波动，如同无数细小的电流在空气中跳跃，犹如两股力量惊涛骇浪在海面上交汇，激起千层巨浪冲击。空间在这股力量下显得脆弱不堪，像是玻璃一般碎裂开来，碎片在虚空中飞舞，划出无数细小的星光。冲击波像是狂风暴雨，横扫四方，就连远处的山川河流都被这股力量所震撼，仿佛都在为这场对决而颤抖。所过之处，空间碎裂，大地崩裂，仿佛一切生命都被这股力量所吞噬。孽神斩老此刻面色凝重，他站立的地方成了能量风暴的中心，周身被能量光芒所笼罩，宛若置身于一片光的海洋之中。下方的众人已经被这股的力量所震慑，他们张大了嘴巴，一时间竟忘了如何呼吸。这一刻，时间仿佛凝固，所有人都在等待着这场力量对决的结果。而在那片光芒之中，孽神斩老和虚空之爪已经变得模糊不清，唯有那股让人心悸的力量还在不断的激荡碰撞，仿佛要将这片天地都推向毁灭的边缘。大师父，吴雪见到自己的师父被卷入其中的能量风暴中，脸上挂满了担忧。萧炎在一旁同样是露出凝重的神色，毕竟刚刚那虚空之爪的力量超乎想象，其中同样蕴含着道法力量，甚至比起孽神斩老的道法更加的精妙。虚空中那毁灭性的光芒渐渐褪去后，一位身影孤傲地矗立于无尽的空寂之中。他的长袍已经破碎，布满了战斗的痕迹，上面有着焦黑和裂痕，显露出他刚刚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。其身上的伤痕斑斑，血迹未干，但这些伤口并不严重，只是略显狰狞的在他的肌肤上留下了一道道细小的裂口。神器联盟的高层全体出动，还真是看得起我。看来你们此次对虚空涅槃珠真的要势在必得了呀。孽神斩老一声冷笑，又带着一丝讽刺之意。就在孽神斩老的话音刚落之际，虚空中波纹荡漾，9道身影如幻影般显现，每一个都身着华贵的衣袍，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威压。他们便是神器联盟的9大副盟主。他们的出现仿佛天地都为之颤抖，空间都变得扭曲起来，一股强大的气息瞬间弥漫，让虚空都似乎在低语。这9位副盟主各自散发着惊人的威压，他们的眼神冷冽，表情凝重，仿佛9尊不可一世的神灵降临。然而面对这股压迫感，孽神斩老依旧是轻轻一笑，眼中闪烁着一丝不容忽视的锐利光芒。空气中弥漫着即将要爆发的紧张气氛，双方的对峙宛如一场风暴的前奏，暗流涌动，战意冲天。丹神塔的那位塔主怎么就派你一人来此？难道是老糊涂了？其中一位副盟主开口，声音如同雷霆滚滚，震得虚空都在颤动，并且带着嘲讽之意。我也没有想到，为了救你们的这一位大神君，竟然让你们9位副盟主亲临。孽神斩老此刻的心中已经没有了把握，因为这9位副盟主实力皆是达到了半道神，其中那位7副盟主的实力更是在他之上。但是为了稳住眼前的局面，必须要神态自若。我们9位副盟主亲自出马，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救下刚刚差点给你击杀的天龙，最重要的是虚空涅槃珠拥有涅槃重塑世界的力量，我们必须夺到手。这是7副盟主在开口说话，他的声音霸气无比，更是带着一股恐怖至极的威压。孽神斩老微微一笑，那笑容中带着无尽的沧桑，他的目光一一扫过这9位副盟主的身上，每一道目光都如同凌厉的剑锋，直指对方的神魂深处。重塑世界，看来你们神器联盟在暗地里做着不为人知的事情。你们以为今日就算你们9位副盟主亲临，就可以轻易得到虚空涅槃珠吗？孽神斩老的声音很平静，面对9位副盟主的强大气势，依旧不惧。老匹夫，希望接下来你的实力有你嘴那么厉害。面对我们9位副盟主，你有什么资格可以说出这样的话？不要拖延时间了，想要搬救兵已经来不及了。9位副盟主准备开始动手解决眼前的孽神斩老。虚空之中一时间气氛凝固，仿佛即将迎来一场真正的毁灭风暴。眼看孽神斩老这边处于劣势，萧炎和吴雪见状，2人皆是一个闪现出现在了其身旁。大师父，吴雪的脸色浮现一抹担忧，因为对方足有9位副盟主，相当于9位半道神，如果他们真的联手，自己的大师傅必定撑不过一招。孽神斩老，看来今日他们对虚空涅槃珠势在必得了，恐怕事情有些危险了。萧炎也是发出低沉的声音，现在的局面对于他们这边的确非常的不利。雪儿、萧炎，等会儿你们带着5大神阁之主先走，我来拖住他们。孽神斩老心中已经有着自己的决定，当然孽神斩老心中的想法自然被萧炎和吴雪看穿。吴雪急忙的摇头道，大师父，要走我们一起走，谁也不许死。
面对9位神奇联盟的副盟主，我们根本无法顺利逃脱，为师心意已决。雪儿，我的爱徒，大师傅就此与你告别了。今天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今后都不要伤心。孽神长老伸出粗糙的手掌，擦拭了一下吴雪那脸上的2行泪水。萧爷小友，你一定要带着雪儿和5大神阁之主逃离这里，越快越好。虚空涅槃珠千万不能落入他们之手，不然的话，今后的诸神万界怕是会掀起一场浩劫。孽神长老在萧炎的肩膀上重重地拍了拍，虽然很不想发生接下来的事情，可是为了大局，孽神长老所决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。萧炎的眼中也带着一丝热泪，心中更是激起了他对力量的渴望，只有变得更加强大，才能守护自己身边重要的人。孽神长老，大师傅，就按刚刚我所说的做，不要让我白白牺牲，记住了。孽神斩老嘱咐完最后一句话后，他收起了所有的情绪，被一脸坚毅决然的神色所代替，然后脚踏虚空之上，带着无尽杀意的气息与9位副盟主对峙。今日老夫就来领教一下你们9位副盟主的力量，究竟能不能抗下你们的10招。闻言，那9位副盟主的脸上露出嘲讽之色。10招，你真是看得起你自己，怕是你连1招都接不下。